大家好，我係市場先生。特首李家超喺10月16日發表施政報告，當中有涉及支持房地產嘅政策。今集就同大家研究邊啲地產商會係受惠。開始呢集影片之前，希望大家幫忙訂閱我哋嘅頻道、按讚以及分享俾朋友。如果能夠按超級多謝 Friends 給予實質嘅支持，咁就更加好啦！大家幫忙支持我哋嘅頻道，咁我哋會有更多嘅資源去製作高質素嘅影片。另外，我全部嘅分析文章都係放喺 Patreon， 目前已經有超過260篇文章，而且每日都喺度增加緊。希望大家訂閱支持我嘅 Patreon， 衷心感激不盡。今次施政報告樓市相關嘅政策主要有3個重點。一個重點係取消樓市逆周期嘅調控措施。金管局將放寬住宅物業嘅按揭貸款條件，不論物業價值，不論是否自用或者公司持有，以及買家是否首次置業，按揭成數上限一律調整至70%，供款佔入息比率上限一律調整為50%，意味將按揭逆周期嘅措施恢復至到2009年收緊之前嘅水平。呢個政策有利於投資需求。第二個重點係優化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即日起容許投資住宅物業，物業成交價須為5000萬元或以上，投資於房地產嘅金額獲計算入投資總額，上限為1000萬元。根據中原網站嘅資料顯示，目前香港約有40934個放盤，而5000萬元以上嘅有846個，佔整體大約2%。根據統計數據，上一輪資本投資計劃12年期間吸引咗住宅投資426億港元，相當於平均每年有35億港元，大約佔當年住宅成交量低於1%。如果假設新資本投資計劃每年帶嚟35億元嘅住宅成交金額，假設每個住宅單位嘅價值係5000萬元，意味每年會有10個住宅成交量。根據統計數據，2022年、2023年、2024年頭9個月，成交金額喺5000萬元或以上嘅住宅單位數目係373個、431個同埋436個。咁意味新政策可以帶嚟大概10% 左右嘅成交增量。受惠新政策嘅香港地產商係嗰啲投資喺豪宅方面比較多嘅企業，當中嘉里建設將會係受益比較多，因為嘉里建設高度涉足香港豪華住宅市場。嘉里建設旗下嘅豪宅現樓項目例外，新鴻基地產嘅天璽海、信和置業嘅何文田項目 St. George Mansion 都係受惠者。第3個重點係鼓勵市場將合適嘅商廈以及酒店改裝成為學生住宿。政府制定以教育成為重點嘅發展綱要，隨着香港發展成留學中心，本地學生嘅人數將持續上升。根據最新嘅估算數字，全港平均每3名大學生就要爭奪1個大學宿位，而未來對於大學生床位嘅供求短缺，更有機會擴大至4萬個床位以上。部分未能獲得宿位嘅學生，需要喺私人市場租用住宅單位，將商廈、酒店改裝成學生宿位，對香港商業房地產嘅業主嚟講係一個正面嘅因素。一方面，商廈改為學生住宿可以提高回報率；另一方面，可以減少寫字樓嘅供應，舒緩目前寫字樓供過於求嘅局面。針對呢次施政報告樓市相關政策相對比較受惠嘅地產股，我自己就選咗683嘉里建設。首先利益申報，目前係持有嘉里建設。
喺呢度我順便分析嘉里建設2024年嘅中期業績。嘉里建設2024年上半年嘅收入下跌咗37%，股東淨利潤1.88億港元，下跌咗55%。如果扣除一次性項目影響之後嘅股東核心淨利潤有14億港元，下跌19%。中期股息每股0.4元，同比係持平嘅。業績就一般，最大嘅亮點係每股派息金額並冇減少。上半年物業銷售收入下跌59%，租金收入同酒店收入都係下跌3%。按地區計，內地收入佔比66%，香港收入佔比34%。嘉里建設其實亦都係內地最近救房地產嘅受惠公司。由於時間所限，我會喺 Patreon 分析內地最近救房地產政策嘅影響。物業發展主要係預售制，要到交樓先至確認銷售收入。2024年上半年確認物業銷售收入下跌咗59%，主要嘅原因係香港呢邊確認嘅物業銷售收入下跌咗74%，內地確認嘅物業銷售收入其實係上升咗376%。至2024年6月底，公司已經預售但係未結算嘅銷售金額有172億元，42% 係香港嘅銷售，58% 係內地嘅銷售，大部分會喺2024年下半年以及2025年確認入帳。內地收租業務方面，上半年整體租金下跌咗2%，不過如果撇除人民幣港元貶值嘅因素，其實係上升咗3%。其中寫字樓下跌5%，零售增長6%，公寓下跌0.4%，停車場下跌13%。寫字樓嘅出租率維持喺90%，零售商場嘅出租率由2023年嘅85% 提升到87%，公寓嘅出租率維持喺92%。上半年零售商業嘅租金調整 reversion 有單位數嘅正增長，不過公司預期下半年嘅租金調整可能轉為輕微下跌。至於寫字樓，上半年除咗上海之外，其他寫字樓嘅租金調整都係負數嘅。香港收租業務方面，上半年整體租金下跌7%，其中寫字樓下跌咗8%，零售商場下跌咗3%，公寓增長4%，停車場下跌35%，倉儲下跌32%。上半年寫字樓嘅出租率由2023年嘅84% 下跌到82%，零售商場嘅出租率由2023年嘅95% 下跌到85%，公寓嘅出租率由2023年嘅89% 提升到93%。要維持每股派息1.35元，需要現金19.6億元。嘉里建設嘅負債其實都唔輕嘅，負債權益比率由34.1% 上升到40.9%。咁嘉里建設維持派息嘅底氣喺邊度呢？就係在於香港物業發展嘅合約銷售大幅增長。上半年香港物業嘅合約銷售有58億元，大增271%，其中有48億元來自北架山龍駒道3號嘅豪宅項目堤外，平方尺嘅售價超過5萬元。由於堤外係現樓項目，預期今年下半年就可以入帳啦。今日有關施政報告利好地產股嘅分享就講完啦，將時間交俾徐立賢先生。大家好啦，踏入美股嘅業績期啦，今個星期咧就想同各位觀眾講兩間公司嘅業績啦，另外都想同大家傾下嗰個上個禮拜五 Tesla 嘅產品發佈會。首先啦，先講 ASML 啦，佢公司就提前公布咗 Q3 嘅業績啦，都係一啲技術性嘅問題，提早公布就算啦，但係結果咧就讓市場咧大吃一驚啦。
咁公司嘅營收咧，咁就年增11.9%啦，咁就去到74.7億歐元，咁就高過市場預期嘅71.7億嘅。每股嘅盈利咧就係5.28歐元啦，咁亦都好過預期嘅4.88歐元。咁 ASML 咧就指出啦，Q3嘅營收咧好過 Guidance 嘅高端範圍啦。咁主要係受到強勁嘅 DUV 銷售啦，以及超乎預期嘅一啲安裝嘅收入推動。咁而雖然啦，嗰個盈利能力啦，包括咗個毛利率啦、EBITDA margin 啦，同埋淨利潤率啦。咁雖然係三星三個項目咧就兩降一平啦，咁但係咧其實咧就都係好過市場嘅預期嘅。不過咧，點解頭先講話嗰個結果咁令人大吃一驚呢？因為咧，令人非常之詫異嘅地方咧，就係佢 Q3嗰個淨訂單量咧，只係得26.3億歐元，咁就遠低過市場預期嘅53.9億。咁亦都啦，公司亦都下調咗2025年嘅營收預期啦。咁就導致咗 ASML 當日個股價就重挫咗16%啦，咁係創咗1998年以嚟最大嘅單日跌幅嘅。咁如果觀察翻嗰個銷售嘅地區佔比啦，中國嘅營收就年增14%啦，咁啊佔總營收嘅比重咧維持喺歷史高位47%，咁而前兩季咧就49%嘅。咁雖然咧中國依然係積極喺出口管制進一步收緊前咧就加速拉貨啦，但係咧個年增率咧就已經係較前季咧有啲下滑嘅。咁而終端市場嘅劃分嘅話咧，記憶體領域咧佔比咧就54%啦，邏輯市場咧就佔46%，咁就同上一季相比咧，邏輯市場嘅訂單咧就明顯係轉弱咗啦。咁呢個咧可能有機會同 Intel 嗰個削減嗰個資本支出啦，同埋中國嗰個拉貨嘅速度咧係放緩有關。咁另外啦，台積電同埋三星咧，亦都對於嗰個嘅資本開支咧，抱一個比較謹慎，有啲關係嘅。咁而考慮到啦，即係最近個市場情況啦，咁佢個訂單即係而家圖中見到啦，咁就即係腰斬咗啦。咁 ASML 咧就下調咗2025年個營收預期啦，咁就由300至400億歐元啦，就下調去到300至350億元，咁就低過市場預期嘅359億嘅。咁隨住中國個業務係有機會放緩啦，咁對毛利率咧會造成一定嘅壓力噶啦。咁所以公司亦都預估咧，2025年個毛利率咧就會降到去到51%至53%呢個範圍咯。咁另外第二間公司想講咧，就係呢個嘅芯片嘅代工龍頭啦，台積電啦。咁佢第三季嘅營收就年增36%，去到235億美金啦。每股盈利咧就年增50%，就去到1.94美元。咁就雙亦都即係超過分析師嘅預期。毛利率咧就57.8%啦，咁較去年咧就提升咗3.5個百分點，咁亦都遠超過佢自己嗰個嘅 guidance 嘅高範圍啦，55.5%，同埋市場嘅共識54.7%嘅。咁 Q3個營收季增咧就係12.9% 啦，年增就36%啦。咁業績嘅增長主要就受到 AI 同埋手機市場對於3納米同埋5納米嘅需求強勁嘅需求推升。咁至於獲利盈利能力方面啦，咁啊 Q3嘅毛利率咧就係57.8%，咁就高過去年同期嘅54.3%，咁同埋亦都高過前一季嘅53.2%啦。咁亦都好過分析師預期嘅54.7%嘅。
呢個主要係受惠於嗰個成本改善啦，同埋產能利潤率回升啦。咁另外經營利潤率咧，同埋個淨利率咧，亦都好過去年同期嘅。如果用嗰個製程劃分啦，Q3台積電嘅3納米製程咧，出貨量佔比咧就20%，咁就高過上一季嘅15%，咁啊創咗歷史嘅新高。咁當前最多嘅 AI 客戶應用咧就係5納米製程，咁啊出貨量佔比咧達到32%，7納米嘅出貨量佔比就17%，先進製程嘅總共嘅佔 Q3嘅營收咧就69%，咁呢個都略高於上一季嘅67%，咁更加係明顯高過去年同期啦，台積電3納米初次貢獻營收嘅時候嘅59%嘅。咁如果以六大嘅技術平台劃分啦，比起上一季咧，手機嘅營收咧季增就16%啦。咁 HPC 季增咧就係由上一季嘅28%就下降到11%。物聯網嘅收入咧就大幅按季咧就大幅增長35%。但係如果從年增長率嚟睇咧，營收佔比最大嘅依然係手機同埋 HPC 啦。兩者都保持一個強勁嘅增長，咁年增幅咧就係分別係19%同65%，其中啦，HPC 嘅年增長率咧係較上一季係加速嘅，而物聯網咧喺連續5季倒退之後咧就重返呢個增長，咁年增咧就6%。車用電子咧就亦都脫離咗連續4季嘅倒退嘅頹勢啦。咁就恢復翻年增長36%。至於消費電子咧，就持續倒退，而且倒退嘅幅度咧，較上一季亦都擴大。咁按年咧係跌咗32%嘅。咁由於3納米同5納米嘅備貨啦，咁庫存天數咧就由上一季嘅83日上升去到87日，不過依然係低於去年同期嘅96日嘅。另外咧，台積電亦都公布咗啦，Q3嘅資本支出咧就係64億美金，咁比前一季嘅63.6億咧係大致持平嘅。咁前三季嘅資本支出咧總共係185.3億，咁全年預估咧就會略高於300億美金，咁而2025年咧估計會更加高。展望未來啦，咁台積電咧預估咧 Q4嘅營收咧會喺261億至269億美金呢個範圍，按季咧就增長13%，按年就增35%，毛利率咧就會喺57%至59%，咁呢個咧都係好過市場嘅預期嘅。而2024年嘅全年營收咧，估計會係年增率咧接近30%咯。咁最後就講下 Tesla 上個禮拜五嘅發佈會啦，咁就似乎係一場咧特效華麗嘅科幻電影首映啦，但係咧就似乎係大部分嘅觀眾離場時咧都係滿腦子問號咯。咁對於嗰啲期待即係 Tesla 喺自動駕駛的士 Robotaxi 嘅計劃上面提供一個具體細節嘅投資者嚟講咧，今次嘅活動咧無疑係比較令人失望嘅。咁 Tesla 嘅股價亦都喺當日咧一度崩跌超過1成啦，咁反映緊市場對於馬斯克再次畫大餅咧，其實並不買賬。咁而另一邊廂啦，馬斯克喺 X 啦，以前叫 Twitter 啦，上展示嘅 SpaceX 嘅火箭咧，其實更加實在同埋更有震撼力咯。咁呢場 V Reboot 嘅發佈會咧，就好似一場華而不華而不實嘅表演啦。咁而馬克思嘅遠景咧係豐富，但係細節就比較貧乏。就比如佢介紹呢個 Cybercraft 就未提及呢個電池嘅容量啦、充電速度等關鍵嘅細節。咁而至於能夠載20人嘅 Volvo Van 咧，目前睇起嚟咧更加似一個概念車咯。而距離一個實際嘅生產咧，似乎係仲有好遠嘅路要走。咁而馬克思對於呢啲時間表嘅承諾咧，一向都唔靠譜啊。咁過去咧，佢每一個革命性嘅產品定下嘅推出時間咧，都需要打一個好大嘅問號。
咁就好似從2015年承諾嘅自動駕駛啦，到2019年宣稱翌年會有100萬部自動駕駛的士上路，呢啲豪言壯語咧，至今都未能夠兌現咯。而家啦，佢預計 Cybercab 咧會喺2027年前投產啦，售價會低於3萬美元。又預言咧2025年嘅 Model 3同埋 Model Y 咧會喺加州同埋德州實現呢個無人監督下嘅自動駕駛。聽起嚟咧係好美好嘅，可惜現實咧總係殘酷啦。咁而 Tesla 咧堅持係使用相對便宜嘅攝像鏡頭系統進行自動駕駛技術開發，亦拒絕使用成本高但精準度更好嘅激光雷達 LiDAR。呢個選擇咧可能會喺未來咧面臨一個嚴峻嘅法規挑戰。畢竟咧喺安全性上面，使用激光雷達嘅 Waymo 係已經遠遠領先。亦都有啲專家指出啦，Tesla 喺自動駕駛軟件嘅開發上面，至少落後呢個 Waymo 好幾年。咁喺呢場激烈嘅科技競賽入邊啦，競爭對手咧似乎就不斷降低個成本，同時亦都係保持一個好高嘅安全標準咯。咁呢個無疑係俾咗 Tesla 一個好大嘅壓力。咁 Tesla 能否喺現有嘅技術路徑下迅速獲得呢個監管批准呢？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咁 Cybercab 咧聲稱咧係會採用呢個感應充電技術啦。對於個無需人力操作嘅自主車隊嚟講，無疑係非常之便利啦。個感應充電系統嘅能量損失咧，通常會喺10%到25%之間。咁佢效率咧係遠低於有線充電。咁雖然呢個技術係不斷進步緊啦，新型嘅感應充電器咧宣稱咧效率已接近有線充電。但係最終產品係咪能夠達到呢一點呢？依然係懸念。另外啦，大規模部署個感應充電站呢，亦都需要資本支出嘅。咁呢個咧將會對 Tesla 嘅自由現金流咧帶嚟一個壓力啦。咁另外咧，Tesla 亦都展示咗佢個人形機械人 Optimus 啦。咁啊，聲稱佢能夠執行各種人類任務。咁從遛狗啦到睇照顧小孩啦，預計個價格咧就會係2萬到3萬美元之間。馬斯克咧甚至形容呢個咧會係史上最偉大嘅產品。不過實現一個能夠如此多樣化任務嘅高複雜度人形機械人咧，係連專業嘅機械人公司咧都未能夠完全掌握。更何況呢啲技術商業化咧，可能需要數年甚至10年以上嘅時間。咁呢個對 Tesla 嘅估值咧，就造成一個充滿不確定性啦。咁以目前股價計算咧，其實 Tesla 未來幾年嘅市盈率咧係高得驚人嘅，明年預測嘅 PE 咧係接近70倍。咁呢個咧就會令到市場懷疑究竟佢係咪配得上呢個咁高嘅估值咯。咁至於如果睇好呢個無人駕駛嘅將來，咁仲有咩個股可以選擇呢？咁呢個大家就可以重溫我喺信報逢星期四嘅專欄啦，或者係睇我嘅 Patreon。咁如果大家有美股或者投資相關問題，亦都可以喺我哋嘅 Patreon 嘅 Community 上發問啦。咁呢個就係免費嘅。咁雖然啦，Tesla 喺 Robotaxi 嘅計劃咧就未能夠交出一個令人信服而且具體嘅執行細節啦。咁但係就唔代表 Tesla 喺自動駕駛中嘅競爭力咧，其實真係遠遠落後嘅。咁至少啦，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嘅自駕項目 Waymo 啦，佢嘅創辦人啦列曼多斯基啦，其實就表示過咧，Tesla 喺自動駕駛競爭中咧，依然係具有數據方面嘅巨大優勢咯。咁佢就講啦，如果可以選擇嘅話咧，佢寧願係站喺 Tesla 嘅立場而唔係 Waymo。因為 Tesla 已經喺路上咧擁有大量嘅汽車，而其中一啲汽車咧使用半自動駕駛功能嚟完成停車啦、車道嘅變換等任務，而且喺呢個過程中咧係不斷咁學習啦。咁馬斯克咧擁有最大嘅車隊嚟進行呢個工作，咁而佢亦都補充講啦，全球有數百萬輛嘅 Tesla 汽車係不斷進行一個實時監控，
並且咧將呢啲數據咧係反饋翻俾呢個 Tesla 去改進呢個產品，而最終咧會成為呢個領域一個關鍵區別。咁擁有最豐富、最一致嘅數據以持續改進。咁佢認為咧喺各種駕駛嘅場景之中咧，佢會話咧 Tesla 擁有數據樣本量可能比 Waymo 多1萬倍甚至100萬倍。咁佢嘅評論咧都凸顯咗咧數據喺自動駕駛技術發展入邊咧係非常之重要咯。擁有大量嘅實際駕駛數據啦，咁 Tesla 就能夠持續去改善佢嘅自動駕駛系統啦。咁呢個咧依然係會令到佢喺市場嘅競爭中咧帶嚟一個顯著嘅優勢嘅。咁今個禮拜嘅分享就到呢度啦，感謝大家耐心嘅聆聽。呢一集嘅內容繼續係咁精彩，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嘅頻道。非常多謝徐立賢先生，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請訂閱我哋嘅頻道，按讚以及分享俾朋友，多謝大家嘅支持，再見。